那您不跟牛挺搭档了？老牛那边啊，还有地沟油的案子，也很忙啊。也对，现在地沟油案是全国大案，牛挺有经验，这案子里他在。丁丽丽，我们是你公司委托来替你辩护的律师，开庭前呀，再和你做一次沟通。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大律师，花那么多钱请你们过来，不就是让你们告诉我没犯罪吗？死伤多人，你不可能没有犯罪，但是此罪与彼罪，量刑的差别巨大。我们只能尽量争取给你较轻的量刑。我们现在需要你在法庭上表现为一个受害者，尽力的去博取法官和公众的同情和好感，你懂吗？懂，不就是演戏吗？我最擅长的。可以啊，我演给你们看，你们也演给我看，互相看看彼此丑陋的脸庞，多有意思啊！当事人丁丽丽，你最好认真的听着接下来的说的话。我是不会让你砸了我欧阳河的招牌的。等等，我有个问题，请讲。我开车撞死人，不是赔钱就可以解决吗？我是我们公司的摇钱树，我们公司的老总田姐可以帮我赔所有的钱，我为什么要坐牢？我就喜欢你这种人。如果多一些像你这样的法盲，那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律师的乐园了，对吗？坐正你的身体，认真听着。车祸若构成交通肇事罪，量刑3至7年。可这次检察院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对你提起公诉，此罪重则10年以上，以致无期，以致最高可达死刑。这个差别你心里明白吗？所以你最好想清楚，不是我吓唬你，想不清楚你就死定了。走。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齐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丁丽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案。本案由审判长齐衡、审判员王默、马拉松共同组成合议庭，书记员傅子江担任庭审记录。现在开始法庭庭审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好的，审判长。齐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被告人丁丽丽，男，现年27岁，汉族，齐州人，本科文化程度，彩云影业天雷娱乐公司全职艺人。本院认为，被告人丁丽丽无视国家法律，在严重醉酒的情况下，以超规定时速2倍多的速度，即180公里时速，驾车行驶于早高峰干道车辆密集之处，并最终造成6死2重伤及他人财产损失数十万元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大，应予以严惩。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第1款、第57条第1款之规定，认定被告人丁丽丽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齐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周伟。危害公共安全罪，这弄不好是个死罪啊！被告人丁丽丽，公诉机关指控你的犯罪事实，你有无异议？我是在失去自我控制能力的情况下不小心出了车祸的，我没有主动犯罪，他们对我的指控完全没有意义。你这是胡说！你还我儿子！安静。刚才那位，你是被害人家属吗？还有谁是？
请你们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影响本庭的审判。如果你们再这样，本庭将把你们逐出法庭。公诉人对被告人可以进行讯问。被告人丁丽丽，你是怎么到案的？怎么被抓获的？请简单的讲述一下从晚饭时间到车祸发生时的经过。那天晚上，我跟几个朋友在私房菜聚会。我龙国浩可就坐等着你这一哥使我们的股市翻番了啊！谢谢龙总的支持。来，我前2天喝多了，胃不太舒服，以水代酒，敬龙总。来，干杯！丁丽丽，你别见怪啊，这都是我的合作伙伴，大家一起坐，一起聊聊啊！后来我们就去了 KTV 唱歌，来，咱喝一个来。大概是凌晨4点钟左右，我自己先开车回去了。大概凌晨5点钟，我还没有睡着，我就想出去兜风，就开车出去了。没想到出了车祸，然后就在现场等候警察来处理。那发生车祸时，你记得你的驾驶时速是多少吗？我就是正常行驶，没注意。那交警到达现场后对你进行酒精测试了吗？结果是多少？有，但我没看到结果。你的这辆奔驰 SUV 购置于什么时间？今年上半年吧，大概几个月以前。那你有取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吗？没有。那你有在国家认可的正规的驾校培训学习过吗？也没有。行吧。那下面来说说你喝酒的情况。那天晚上，大家聊得比较尽兴，都喝了酒。我有点不太舒服，基本上没喝。他们是谁？喝的什么酒？彩云集团的龙总，还有他的几个朋友，喝的是白葡萄酒吧。你平常的酒量如何？1瓶白酒，1瓶洋酒，不是问题。你平常最喜欢喝什么酒？我喜欢喝苏格兰威士忌，比较高档。我不喜欢葡萄酒。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辩护人对被告有无发问？没有。被告人丁丽丽，现在回答法庭的提问。你一共撞了几辆车？不清楚。现场一共5车相撞，你是撞到第1辆车之后就等候交警来处理的吗？我当时太困了，好像有点神志不太清，我记不清楚了。被告人丁丽丽，发生事故以后，你第一时间采取报警了吗？我看到有人报警了，我就在现场等候警察。你刚才说你什么都记不清了吗？啊，对，我就是太困记不清了，可能记混下了。被告人，刚才你当庭解释说你基本没喝，那么你讲一下，这个基本没喝，你到底喝了多少？我当天肠胃有点不太舒服，我好像喝了点儿，也好像没喝，反正肯定没有喝醉。安静，请你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旁听席不准发言。现在进行举证质证环节。首先，由公诉人就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向法庭提供证据。好的，审判长。下面宣读证人童书的证言。
丹丹，你一个人吃呀？哥哥以后跟咱就是一家人了，好东西是不是应该要分享呀？嗯，哥哥给你吃，谢谢。妈妈，哥哥以前是住哪里？傻丹丹，哥哥以前当然在自己妈妈家呀。爸爸妈妈、丹丹和哥哥一个家4个人，8只眼睛8条腿。以后哥哥跟着你经常在一起好不好？不好，咱们要跟哥哥一直在一起。对，永远在一起。节哀吧。不可能！下面宣读证人易可人的证言。那天，我老公去机场接客户，他知道我快生了，他就拼命的往回赶，拼命的往回赶。现在羊水已经破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刚做完剖腹产手术，不要乱动。我的孩子呢？易可人，对不起，孩子没有保住。那我老公呢？你老公今天在跨江大桥上出了连环车祸，没有被抢救过来。请节哀。现在宣读证人洪森的证言。我爸是搬家公司的装卸工人，几十年只能埋头干活，勤劳致富，能有出息。打小他就扔我的彩笔，撕我的漫画，可我还是考上了美术学院。那天，他就是撕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哼，学美术，你吃什么喝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们不可能养你一辈子。谁说画画赚不了钱？人家现在靠卖画也能赚大钱，我能养你。人家赚钱啊，那是因为人家出名了。你有那能耐吗？你养我，我都快50了，我能等到那一天吗？我去打工呀，我去兼职，我不睡觉，我不谈恋爱还不行吗？只要您同意我画画，其余时间我都去挣钱，行不行？你眼里只有钱，你从来没有问过我，可我喜欢画画呀。喜欢有个屁用！我告诉你啊，我是过来人，我是为你好，你懂吗？你妈妈每天都伺候4个老人，你不能让她去伺候你，你这叫不孝。哎呀，行了，他爸，你也别上火了。儿啊，你也少说2句吧。我告诉你啊，只要我活着一天，你就不能去学美术。我为什么是你儿子？我恨你！你再给我说一遍！爸，妈，救命！下面是被告人丁丽丽血液酒精含量检测报告，请法庭传证人到庭。被告人当天在现场进行了血样抽取，抽血检测结果显示为每100毫升血液含183.4毫克酒精，属于醉酒驾驶。辩护人是否有意见？有。辩护人有很大的意见，请法庭注意。按照规定，血样3日内送检，且3日内出具鉴定报告。本次事故发生当日是9月11号，而公诉人提交的这份血液提取登记表上，日期栏填写的却是17号，相差整整6天。
哎，老齐，检察院关于齐文静的补充报告，你们收到了没有？这个齐文静和刘凯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对，但是我说啊，如果这齐文静死不改口，你们也改变不了什么，是吧？哎，不管怎么说啊，首先我得谢谢你，你给咱们庭审啊立了大功啊！回头我一定请你吃饭。小彪，哎，你看一下啊。哎，这是检察院派人给我送过来的。严重的家暴是，您看看。这样看来的话，原来我们的一些疑点都对上了。为了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3名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被告人郑铎，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没有，我认罪。恳请法庭从轻判决。被告人齐文静，没有，我认罪。被告人林宇，你有什么要说的吗？被告人林宇，你有什么最后要说的吗？法官。被告人林宇，这是你的权利，只要是跟案件有关的，你都可以说，不要有什么顾虑。法官，我有新的口供，可不可以说？本庭批准。被告人林宇继续。事情不是那样的，我们撒谎了。沈班长，你别跟我胡说八道，他已经招供了，就是他说的那样，之前说的那样。被告人郑铎，请控制好你的情绪。被告人林宇，你说吧。其实我们那天遇到返航的船，知道前面天气恶劣之后，何船长是决定返航的。你是说，船长并没有执意要去登仙岛？一定要去登仙岛的，不是船长，是别人。是谁？你说出他的名字。事情是这样的。刚才呀，确实是有条船返航了，说前面风浪更大。我看不行，咱们也返航吧。对，我觉得咱们还是回去吧，这太不靠谱了，这天儿。这趟不是白来了吗？郑大人，儿子求你了，下次吧。不回去。你说什么？不回去？不是，这也是实在没办法的事儿啊。我保证啊，一上岸，我把大伙的船票啊都退给大伙。我何守义说话算话。听不懂我的话呀？我说不回去。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愿意去，你自己跳海里游过去，我们没人陪你送死。你瞅啥呀？不是你大爷啊！啊！我，哎，脱了！哎，哎！
是王贵平，就是上个星期新闻上面说的水月区工商银行抢劫案的劫匪，对，就是他。没错，想不到我这么出名的啊！王贵是我的假名，本名叫王贵平。钱是我抢的，宝也是我杀的。现在这警察满世界的找，我已经在这个登仙岛定了另一条黑船准备跑路。现在那他妈就是送死，所以。对不住诸位了啊，你们只能陪我到岛上走一遭。被告人林宇，照你的说法，从开始遇到另外一艘渔船，你们说的都是谎话，后面的故事都是你们编的。合议庭记录在案。合议庭认为，有必要开展法庭的重新调查。被告人林宇，你继续说。王贵，你是要逃命，又不是要送命。天气这么恶劣，万一船开一半出什么问题怎么办？你以为那黑船随叫随到的？错过这次就他妈没下次了。我告诉你们诸位啊，谁要敢挡我的路，我遇仙杀仙，遇魔杀魔，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走你们的，咱们两不相干。只要你们给我乖乖的啊。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船老大，按照原计划，往登仙岛给我开。好，没问题。只要你不伤人啊，多好说啊！我直接开船去啊！开你的船看什么看？各位啊，跟你们说，你们都给我老老实实的，不能离开我的视线。等我到了这个登仙岛以后，咱们各走各的，好不好？好。坐下。不行，前面风浪太大了，再往前开，一定会出事的呀！老东西，刚才说好的，怎么又不行了？我他妈最讨厌那说话不算数的人，能不能开啊？能开。你学这个的，会开船吗？有什么办法求救吗？一般船上都有卫星定位装置，如果有人发现我们还在往风暴中心走的话，肯定会通知我们的。怎么管了？肯定是那个强盗干的，他不希望任何人找着他。有折笔吗？
疼？疼吗？啊？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又变了？啊？你是不是想让我他妈再干坏事？说，你要干什么？就说我他妈弄死你！别！不是我的主意，是他。他说你把卫星定位关了，让我把它打开，真不是我的主意。你出的主意？啊？哦，把卫星定位关了，就会没信号。这样海事局就以为我们这艘船有事儿，就会派救援队来救我们。于是，是你他妈！还是你他妈老东西！哎，还有你，你想干嘛？他妈活腻了是吧？你想跟他一块儿走啊？帮他妈混蛋！想活命就给我老实点！何守义的尸体是怎么处理的？王贵命令郑铎把何船长的尸体包裹在油毡布里，扔到了海里。刘凯疼得要死，不断的哀求。王贵烦了，终于答应齐文静，让他去给他包扎治疗。胡白也啰嗦着跟着要去，王贵没有反对。然后他们3个去了仓房，因为医药箱在那儿。王贵看到我的背包，以为我会开船，就非让我开。其实我根本不会。去，坐着开去，坐着开。那位大哥，这个卫星定位仪不打开的话，事已至此。现在那海警队估计已经出来了，你要把它打开，更容易找到我们了。全给它关上。你这样我怎么开船啊？多废话！开船用罗盘和舵轮就可以了。哎，你上过没上过海事学校啊？你认识航路吗？坐着开。多废话！我是怕他觉着我没有利用价值，会杀掉我。所以我就骗他说我会开船，于是我们离既定航线越来越远。那接下来死的是谁？是刘凯。王贵为什么要杀刘凯？刘凯不是王贵杀的。那是谁？是齐文静。齐文静，是你杀的刘凯吗？
干嘛呢？你把账目处理好就行了，别。是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我不小心把你弄疼了，对不起。是不是想让我走啊？没有。然后去找别的野男人？不是，没有。是不是？不是，我不是故意的，求求你。林展，站！你终于承认了啊！我错了，我再也不要。当时我就知道。别说了，别打，干什么呀？走开！被告人齐文静，刘凯是你杀的吗？我的当事人有权不回答这个问题。他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已经明确的表示，刘凯是本人跳海死的。被告人齐文静，本庭再问你一遍，刘凯是你杀的吗？辩护人稍安勿躁。本庭是希望了解被告人齐文静和被害人刘凯他们的夫妻感情是否正常，他们的家里是否存在家暴史？如果存在家暴史，被告人齐文静有没有跟相关机构求助过？被告人齐文静，请你回答。被告人齐文静，你现在沉默不语，实际上是放弃了自我辩护的诉讼权利。如果你继续当庭拒绝回答，我会把这一情节记录在案。如果不是，那也请你当庭否认。他不是。是。法官，是我把那个畜生给杀了。小心！喂，没挡住！别拦住我！有拦住我了！拦住我！疯了！我他妈今天打死人！不管！干什么的？啊！闹什么的？两口子打架，你旁边吵什么？躲一边去！让他们自己打，看能打成什么样。过来！你他妈给我过来！老婆，你知道我是爱你。
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信号不太好，我马上就到啊。你没事吧？啊，我们没事，小宝贝没事啊。哎，这边是南京环城公路，从南向北方向有6辆车的事故，你们赶紧派救护车过来。对，有人员受伤，还有救火车。北京时间上午的8点50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京环城高速由南向北滨海出口附近。我身后发生了一起多车连环追尾的重大交通事故。我们可以看到现场非常的紧急，目前警察、消防、救护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现场救助。我知道，我理解。你们的情绪我都理解。你们，但你们听我说。好，我知道。你们没事。你好，最高院刑庭的鲁南，你们无队叫我过来的。您受伤了？啊，没事。别激动，我别了。好，我知道，哎，吴队你好，我是我，抱歉让你久等啊。铁路上请等。好。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不会吧？我第一次到南京。带卢法官去会议室。行，这边请。哎，卢法官。好。你们不停在会议室啊，我处理一下就来。知道了。傅玲，不好意思啊，我这是江州行政支队的乔政委。哦，您好，最高院刑庭鲁南。你好。吴队这回有事儿，他一会儿过来。哦，我刚才碰见吴队了，门口有几个被害人家属在围堵律师，他去处理一下。啊。您看我是在这儿跟您汇报。金港的案子不急，你先看看这案子。这是怎么个意思啊？今天把你叫来南京，除了汇报案子，就为……不好意思，领导，我接个电话。喂，你们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法律是要走程序的。程序？我姐姐都走了9年了。9年了，你们年迈伸手，都没有个说法。法院已经做出了判决。死刑是需要走复核程序的，好吧？请你们再等一等，法律一定会还你们公道。我们等不了了，必须要严惩凶手。你们要法律一定会还你们公道的。对。你们先回去好吗？请相信法律啊！相信法律。您好，这里是四星区交通支队，刚才是您在滨海出口报的警吧？啊，是我。怎么称呼？鲁南。哦，是这样。我们要麻烦您来支队做个笔录，协助我们了解一下事发当时的现场情况。如果您有受伤或者经济损失的话，也好一并处理。啊，这样，我现在这边有个比较着急的工作要处理，等我处理完了，我尽快赶过去，好吧？不是你这刚到，要急着去哪儿啊？我还能去哪儿啊？晚上我得去上海赶车去金港啊！领导，您赶紧让我给您汇报金港那边案子的情况吧，我书面报告都写好了。不。你先听我说，金港的案子不着急，回头再说。这边有个案子需要你协助一下。怎么？有什么棘手的问题吗？这是咱们庭承办的另一起死刑复核案件。
案情虽然牵扯到南京和江州2个城市，倒也谈不上有多复杂。这样，你一会儿把案卷看一下。啊。哦，等等，那个去趟洗手间，照照镜子，收拾一下自己，拿点下管最高院的法官。好，出门左拐。哎。不对，不对，不对！你又来干什么？还嫌不够乱啊？田阳的案子，田阳的案子已经到了死刑复核的阶段，我们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你要是有任何的疑问，走程序上报。哎，久等了。哦，你先看看案卷。哎，有什么疑问，乔政委也能向你解释。哦，9年前的案子啊。对，9年前，在我市汉江区接到一起失踪报案，失踪人刘凤军于5月9日下午离开家后失联。根据家属提供的信息，刘凤军失踪当天携带了人民币10万元，打算去吴越广场换汇的集散地，私下换一些美元。根据这一线索，辖区民警多方摸排，通过走访得知，在下午的5点多，吴越广场绿豆汤摊子曾见到刘凤军随一男一女自广场离开。刘凤军遇害以后还被分尸了。第一部分尸块是在她丈夫报案后1周，也就是5月16日，在汉江西区跨海大桥下的浅滩区发现的。此后近1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又先后在汉江区和雁江区都发现了尸块。初步推断，应当是一起财产动机的故意杀人案，而嫌疑人很可能是以换汇名义将刘凤军带离吴越广场的一男一女。杀人和分尸用的同一把刀，而且这把刀还出现在另外一起刑事案件。说起来，这把凶器的发现时间甚至要早于确认刘凤军遇害的时间。5月11日。在汉江金汇夜总会附近，有2伙年轻人因为在夜总会发生摩擦，爆发了冲突，双方一路追打。其中一名男青年在路边的垃圾桶里捡到了这把猎刀，并用这把猎刀捅伤了对方女人。走了，杀人了！哎！警察及时赶到，把两边的人都抓了。这没有护手的刀，就是容易伤了自己。这刀上一共提取了5个人的 DNA。当我们把被害人刘凤军的 DNA 信息录入到信息库后，立刻就跳出了这个比对结果。我们才知道，原来凶器早就被起获了。伤人者的血留在了刀上被害人的血。刘凤军的 DNA， 田阳的 DNA， 还有一个不明身份者的 DNA。很幸运，在这把凶器残留的白细胞中，我们都提取到了 DNA， 其中有2组是与被害人刘凤军以及被告人田阳相吻合的。看来你对这案子挺了解啊，我也甭翻了，干脆你给我讲讲算了。之后的情况我更了解。还是我来说吧。当时虽然从凶器上提取到了 DNA， 但是被告人田阳还有李梦琪并没有犯罪前科，也没有 DNA 存档。再加上吴越广场人员构成复杂、流动性大，排查起来十分困难。江州警方始终没有能够确定凶手的身份，导致这个案件一拖就是9年。直到今年年初，我市经侦人员对于本市的斯塔瑞进出口贸易公司涉嫌贿赂海关人员，对董事长田阳采取了强制性措施。田阳被羁押之后，他的指纹、脚印还有 DNA 信息，我们都按照流程采样，并且录入了公安部的信息库。
这不到1个小时，对比结果就出来了。主办室电脑警报响得满楼道都听得见。命案优先，这个案子当天就交到了我的手上。田阳就是9年以前在江州杀害刘凤军，并且将其肢解抛尸的人。之一，我看他还有个同案李梦琪。但是判决没他，还是人没抓着吗？就是因为李梦琪，你们老大才会来南京。哟，杨哥，这晚还忙着呢。这个吴队是您的？我发小，一起在审计局大院长大。她第一任老公是我大学同学，现在的老公是我法官进修学院的同期。哦，不，您这可是公事私事一起抓，甭瞎打听这些啊！总之，这案子在张涛手里复核了好几个月了，该提讯也提讯了，各阶段的证据全核实过，走访也基本完成了。我跟吴队沟通过这个案情，都认为对于这个案子要慎重、慎重再慎重，不要紧赶着让这个田阳去死。刚才吴队他们不也不说了吗？这个李梦琪8年前结婚，1年之后就失踪了，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跟我在金港复核的那个案子倒是有点像。咱们有句词儿叫做另案处理。怎么个另案处理？我是说，甭管这个李梦琪归不归案，他都不会影响对田阳的刑罚执行。还真不好说。从玉成开始，到张涛复核过程中提讯，这个田阳什么都认，只有一点，他坚称将被害人刘凤军带回他们租住的地方后，是李梦琪临时起意持刀杀人，他只是协助李梦琪分尸和抛尸。就这一点上啊，如果有李梦琪的口供来印证，自然是更完全。完全不完全的，也不会改变田阳的故意杀人罪。师傅，我马上过来，稍等啊。李梦琪怎么就突然失踪了呢？你能不能仔细的看看案卷？首先，吴越广场的目击证人证实，刘凤军是跟着一男一女离开的。其次，审讯田阳的时候，他准确地说出了李梦琪的各种身份信息。江州刑侦支队先后进行过3次照片指认，每次他都能够准确无误地从几十张照片中指认出李梦琪。第三，李梦琪结婚前曾混迹多处娱乐场所，江州警方找到了2名那一时期跟他相识的歌厅小姐。虽然时隔太久，他们无法明确地指认田阳，但却透露出李梦琪当时租住的地方，恰好就是田阳杀人分尸的那个筒子楼。那筒子楼现在还在吗？你说呢？9年了，对，早就推平盖写字楼了。都9年了，您觉得我现在还能做点什么？这案子不是张涛负责吗？哎，他人呢？哦，他跟乔治啊，领导，您带他跟乔治现在也在江州，也在调查核实李梦琪的相关情况。哎，领导，您先别着急走，您得给我指条道啊！我就这几个小时，您让我到哪儿去给您找李梦琪去？鼻子底下是什么？吴队和乔正都在，自己去问去。那2位你也看到了，他明显就不对付呀，这说话都夹枪带棒的。你尽量配合就好，这是他们公安主导的案件调查，人家内部有什么分歧，不关你事，你别在这推三阻四的。你别忘了，你金港的案子要组合议庭吧？你算上方圆，你还差一个，到时候你可别来求我。啊，领导，咱一码归一码啊，您可不能拿金港的案子来要挟我。你说什么呢？什么叫要挟？我还不能给你布置任务了。这2边都是咱们的案子，需要分那么清吗？不是，领导，行了，抓紧时间啊，别耽误事了。去核实一下李梦琪的情况。别啰嗦了，赶紧去干活去。哦，对了，别以为我没问你就不知道了，你是遇上车祸了吗？受伤了没有？我是说除了脸上。我没事儿。赶紧换身，干净的啊，注意形象。好了，走吧。法官，
法官您好。啊，你是刚才那个？是的，是的。我是田阳的律师，我姓冉，叫冉森。哦，你好，你有什么事吗？我知道您是最高院的，是不是跟我当事人的死刑复核有关？我不是想替田阳喊冤啊，但刘凤军真的不是他亲手杀的。对不起，这个案子不归我负责。那个，你是律师，你应该懂规矩。这案件是张法官承办的没错，但我向您反映情况也不违反规定啊。而且我认为，在这起案件的调查上，本市公安人为架设了很多障碍。那你应该去找督察或者纪委，懂吗？李梦琪只要一天没有归案，就不能确认是田阳实施的谋杀。如果是执行死刑之后才将李梦琪抓到，就只能听他的一面之词了，这样对田阳很不公平。这话你刚才怎么不跟死者家属说去啊？武汉副队长知道李梦琪的下落。哎，最高院这哥们儿，怎么刚来就跟田阳律师搞到一块儿去了？卢法官，您看您想吃点什么？随便。那我就看着点了啊。哎，麻烦给我拿一下这个。来，您拿。这个多少钱一个？好了，给你了啊。谢谢啊。也不知道您爱吃什么，我就胡乱点了点。都行。水。谢谢。你刚才说，吴队知道李梦琪的下落，什么意思啊？据我调查了解，田阳和李梦琪其实一直没有分开。虽然后来在江州，李梦琪傍上了大款，但最终还是追随田阳来了南京。是吗？那我八卦一下，既然这个李梦琪都已经追随到南京了，那为什么田阳又娶了别人呢？因为李梦琪在南京见不得光。什么意思啊？田阳来到南京之后，成立了斯塔瑞进出口贸易公司，但短短几年，斯塔瑞就成了南京排名前10的纳税大户。说这些全靠进出口生鲜，您信吗？你把话别说一半啊！既然已经说了，就把你知道的说说呗。我是斯塔瑞的法务，虽然财务记录我看不到，但我一直怀疑，除了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外，公司在暗地里同时境外走私。那你怎么不把这些跟相关部门反映呢？第一，我没有实证；第二，我端的是公司的饭碗。所以你老板被抓了以后，你就变成了他的刑事辩护律师。田阳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当事人，不管是职业属性还是私心，他的个人权益都应当是我放在首位的。那田阳公司帮这个走私集团洗钱，他跟李梦琪是什么关系呢？南京最大的走私团伙基本上控制了东江港和北坞，也就是2个最大的口岸。据说这个团伙的头是个女的，所以我会觉得李梦琪在南京见不得光。李梦琪是个女的没错，但总不能是个女的就是李梦琪吧？当然不是。哎，谢谢。虽然我觉得这个走私团伙的头目是李梦琪无凭无据，但这起码算是一个方向吧。我多次向警方反映，他们完全不理会。我甚至当面向吴队强调过这个调查方向，可他给我的回复是，与本案无关。等会儿，你之前可是说吴队知道李梦琪的下落，但是你现在这个意思，感觉你好像是在跟我暗示，这个南京刑侦支队的副队长是本地最大走私集团的保护伞啊。
咱们的人正在赶往医院确认身份。放大，再放大。吴队到底是什么人，我不好断言。但田阳宁可接受死刑的判决结果，也从未提起这个走私团伙一个字儿。走私也好，洗钱也罢，总不可能比故意杀人更严重吧？田阳宁死也要保护的女人，您觉得最有可能是谁？所以你认为吴队对这件事情选择性失明，是担心？假设，我是说假设啊，这个走私团伙的头就是李梦琪。只是走私的话，不涉枪涉毒，总不会是死罪吧？可如果有别的死刑罪名缠身，那我想他不会顾及再把谁供出来。田阳的案子已经到了死刑复核的阶段，我们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你要是有任何的疑问，走程序上报。你的这套逻辑啊，不能说是口语不通，不好意思啊，我话说的有点过，但确实是有点牵强。而且我刚跟你说了，我不是这个案子的承办人。不管您是不是这个案件的承办人，但我知道您是外来的，您不会受南京各方势力的影响。不管这个田阳他该不该死，但是我觉得啊，有你给他做律师，这都是他的幸运。哎，这个江州来的乔政委，你认识吗？凶杀案发生在江州，乔正是江州方面这个案件的负责人，他对这个案子格外上心，常跑来南京。因为我是斯塔瑞公司的法务，所以也询问过我几次。所以你对李梦琪的猜测，你也都跟他说过。乔正其实还是很认可，他对李梦琪这个人很关注，很多关于李梦琪的重要信息都是他带。那乔正怎么看吴队啊？我没敢在他面前加个微信。好好好。我想你。卢凡。